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21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9月20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67.04，收盘价是262.5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73.93，最低价是在262.46。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1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收在了10日均线值的下方。当日的成交量是 1.223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1.2 倍量增。KD 值双线是继续下行，开口增大，这样的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下行走势在增强。MACD 双线是趋于合拢，开口变小，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的短期多头趋势在继续减弱。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9月20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长上影线的小红 K 线。那这样的线型啊，它是一根锤子线。那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出现止跌信号 K 线之后，在它之后的一个下行中。那我们会看到，这根下跌的 K 线呢，并没有瓦解这个止跌的信号 K 线，也就是说，它的收盘价在止跌信号 K 线最低的上方。那在9月20日当日，它是一个高开盘，然后股价是一路反弹到了274，但是在尾盘出现了反转向下。我们打开分时图来看一下。那么在当日我们会看到高开盘之后呢，股价是一路向上，最后是在尾盘呢跌到了相对低的一个位置。好，那我们会看到当日的这个收盘价在盘中反弹的时候，曾经是一度站上了这个止跌信号 K 线最高，同时也站上了这根 K 线的最高，但是呢，非常遗憾，出现了反转向下。那不但没有确认止跌呢，反而是股价出现了下行，收在了低位，并且呢也跌破了10日均线值。对，那么这样的一个现象啊，说明股价反弹到高位啊，是有空单进场，或者说是多单获利了结的。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位置出现这样一根 K 线，也就预示着股价后续将会继续下行。那只有在接下来的交易日，股价重新站上274，也就是这根垂线的最高，那么股价才能有继续上行的机会。对，因为这样的一根垂线，它也是变盘向下的信号 K 线。那日后股价跌破它的最低，一定会继续下行。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当日 K 线信息的解读。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我们调出辅助线。好，那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9月20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反弹，我们给了2个点位，分别会收在273，或者是收在276。另外一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下行，收盘价会在263附近。实际在9月20日当日收盘价是在262.59，出现了下行。那虽然我们预测的下行和实际的下行的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但是走势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刚刚从 K 线信息解读，这是一个反转向下的信号 K 线。
那因此呢，接下来我们先来看后续股价的下行。好，那对于9月2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如果股价下行，它的第一个目标将是261，我们加一条水平线，也就是9月19日这根 K 线的最低。这将是股价目前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我们会看到它和前一日 K 线的最低很接近了，也是很容易跌破的。那为什么我们把它作为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呢？因为在9月19日出现了止跌信号 K 线以后那么在9月20日是出现了反弹，上方有头低，下方还差一个底低，因为它相对于9月20日是一个低点，所以股价下行的目标就是要瓦解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那上方有头低了，下方只要出现底低，就会瓦解目前的多头趋势，而建立一个短期的空头趋势。所以，目前股价下行的第一个目标是261。好，那一旦股价跌破了261，接下来第二个目标就是242。我们把这个位置变换一下颜色，242对于目前来说，242和下方的228，这都是中间目标，也就是它们都是股价如果出现下行的时候，它们是支撑位。那一旦股价跌破了261，也就建立了短期空头。一旦建立短期空头趋势，那股价真正的目标就是212。对，其他的这两个点都是支撑位。好，那我们依次来说一下下行的目标：261、242、228和212。那重点其实我们现在要关注的就是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当然，在9月21日和之后的交易日，我们还要关注20日均线值。20日均线值呢，在9月21日到达了258这个位置，也就是在缺口中线的位置。因此股价如果出现下行，258这个位置它将是一个强支撑。对，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下行。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股价上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依然是279，是前高。那么如果站上前高279，将会继续目前的这个短期多头趋势，也就说明这一波回档成功。那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79我们会看到它一定是站上了274。也就是说，站上它将标志着继续上行。同时，如果能够站上279呢，股价也就突破了这个1号趋势线。那突破了这条1号趋势线呢，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标志。那因为这条趋势线是特斯拉历史股价的最高和接下来的两个高点建立的头低的下行趋势线，它也是在日 K 线图当中最后一条下行的趋势线，所以我们会看到目前股价在这个地方是会遇到很强的压力的。那如果不能突破，股价一定会继续回档，然后等待这个趋势线继续降低之后再来突破。对，好。所以我们说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是279，这个目标是非常艰难的，要达到这个目标。好，那么如果能够站上，重新恢复多头区，也就是继续短期多头趋势，那接下来的目标是299.29。那站上299.29就能够恢复自2023年1月6日以来的这个长期多头趋势。
我们在之前的视讯当中讲过，那股价只要能够突破这条趋势线，然后上方再能够站上299呢，我们说股价接下来的目标一定是特斯拉股价历史的最高。当然在这期间会有中间的目标位。好，那么我们给出上行的3个目标，一个是279这个艰难的目标，然后第2个是299，也就是300关口，第3个是314，在这个位置。好，我们再补充说明，虽然和前几期视频啊，都会有重复的说明，但是呢，我们每一期视频都会有新的网友来关注，所以呢，我还是愿意把它再去重复的描述一下。好，那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说，股价一旦突破了这条趋势线，是很容易到达314的。因为这一波急剧的下跌之后，我们会看到在这个地方是多头趋势。那这个多头趋势它的目标，一旦我们之前说过了，站上这个中线213附近，这一波下跌的中线在213附近，那通常它是强压力。那一旦这个位置被站上之后，那股价继续上行的目标一定是就是要重新恢复这一波的下跌，就是要站上314。所以我们说股价在目前这个强压力趋势线这个位置一旦能突破呢，我们认为是很容易能够到达314的。好，这是我们说的股价的上行3个目标：279、299和314。那在9月21日盘中，我们再给出观察位。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也就是在9月20日盘中，我们要关注9月19日的最高267.85，也就是说，只有站上这个止跌信号 K 线的最高之后，股价才能够继续向上。很遗憾，当日是尾盘出现了反转向下，没有站上它。那么到了9月21日，我们要关注的其实就是下方的261。好，我们错开一点位置，能够区分它。好的，那么我们关注261，也就是9月19日这根 K 线最低，它的目的就是这是一根止跌的信号 K 线。股价一旦跌破这个位置呢，那么会出现大幅的下行。但是如果股价想要继续多头趋势，那我们认为在之后的交易日，股价是不会跌破261的。所以在9月21日盘中，我们要关注这个位置。如果股价在它的上方运行，那很容易出现横盘或者是反弹的。但是，一旦股价在它的下方运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回补这个缺口。但一旦是把这个缺口完全回补了，我们指的是在9月21日当日，在盘中，如果能完全回补这个缺口，那我们认为股价会收低，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实体长红 K 线。好，这是我们关注261的目的。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我们有一个25%的多头仓位，我们分别是在8月29日收盘257有5%进场，然后9月11日收盘273有10%加仓，然后在9月19日我们有10%加仓。那这样25%的仓位，它的成本是在267.2，我们测算，如果在9月20日，当然我们之前给的获利目标位是上方的277、285和300。
那如果在9月20日盘中股价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反弹，如果没有获利出场呢，那这样的一个仓位是会继续持有的。那在9月20日我们给出的止损位是在261，当前股价并没有跌破它，所以这个25%的多头仓位会继续持有。那到了9月21日，我们要给出一个止损位呢，就是我们要下移这个止损位到258，也就是我们守20日均线值。也就是说，股价的收盘价如果跌破了20日均线值，那这个仓位应该是即刻止损出场的。好，这是我们说的多头。那对于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目前股价在开盘之后，空头一定会有空头的加仓或者是进入。那从目前的收盘价一直到上方的274、277和279，包括上方的缺口，我们说一直都会有空头的进入。那他们的目标就是目前看目标就是261，还有就是下方的242。那对于空单的回补位有这样几个位置，一个是274，再有就是279、285，还有300关口附近，这几个点位都是空头要守的位置。那同样，它也是多头要攻占的位置。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9月21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请能否在屏幕的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在9月21日，开盘之后到来的压力位是，首先到来的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在265到268之间，其中10日均线值在266到267之间。第二个压力位就是前高274，第三个压力位是277到279。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261，接下来的支撑是下方的缺口256.5到260.5。虽然这个点位相接近，但是我们要把它们区分开，因为这两个支撑的标志不同。好，那么当日新生成20日均线值是在258。好，那第三个下方的支撑就是242。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9月21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依然会给出2个方向，同时下行的这个方向我们会给出2个点位。那我们预测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行，如果出现下行，它将是跳空的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5，下方最低会到达257，然后收盘会收在258附近。但是如果股价最低到达了253，那么收盘价会收在254，所以最低价不同，也就造成的收盘价会有不同。那么出现这样一个下跌，它们的共同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跳空的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5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行。好，另外一个方向，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反弹。如果出现反弹，它将是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3，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72，然后收盘会收在270.5附近。
那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3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反弹。那如果股价既不出现下行，也不出现反弹，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如果出现横盘，它将是一个小幅的高开盘或者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9，最高上方会到达266，然后收盘会收在262附近。好，以上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9月21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